在美剧《权力的游戏》里，有这样一个几乎被忽略的角色，吉利。她不强大，也不聪明，作为一个女性，她也不耀眼。她没有权力，没有身份。她刚登场的时候，甚至没有观众会觉得她能有多大的戏份。但如果你愿意停下来看一看她的故事，你可能会发现她所经历的一切可能就发生在现实生活里你我的周围。而今天我想借助吉利这个角色和你讨论一个更深的问题。当一个女性从小就生活在父权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强权的控制之下，她要如何才能走上属于自己的成长和人格独立之路？嗨，我是骑士比利。新的在线心理课程识别和管理你的负面情绪已经上线，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或置顶评论中的链接就能打开。课程更新期间完全免费哦。吉利在剧中的登场要追溯到琼恩·雪诺的小队第一次跟随黑城堡的大队人马出征绝境之墙的外侧。他们来到卡斯特在墙外的一处堡垒处，这里是卡斯特的家。他在这里与夜王达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协议，他为夜王提供男性的人类婴儿，而夜王确保不入侵这处堡垒。与其说是堡垒，这儿不如说是几栋乱糟糟的木屋。卡斯特和自己的女儿们一起住在这里，这群姑娘既是卡斯特的女儿，同时也是他的妻子。他就是通过他们为夜王提供男性的人类婴儿的。守夜人队伍来到这里之后，电视剧出现了一个镜头，在一幢木屋的内部搭建出了简陋的2层阁楼。卡斯特的女儿们都躲在阁楼上，胆小又好奇地探头朝楼下的守夜人们张望。在他们还没有到达卡斯特的堡垒的时候，半路上琼恩小队就谈论起这个老头。从镜头中我们能看出，琼恩小队所有成员的脸上全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他们和观众们一样，全都觉得卡斯特的堡垒简直不可思议。但这就是吉利生活的世界，一片残破的木屋，一个既是父亲又是丈夫的男人，并且他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里。原作故事里，琼恩·雪诺第一次看见吉利的时候，猜测他大概15、16岁的样子。换句话说，他从出生以来的10多年，从未踏出过这里半步。他的世界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世界。他的生活处在一个非常极端的结构中。这个小小的堡垒由父权的绝对统治所掌管着。这儿的女性没有主体性和独立意识，她们的身体与意志其实都不属于她们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意味着情感上的连接，而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的绝对控制。吉利第一次出现的镜头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卡斯特正在向守夜人们吹嘘自己的生活，吉利从他的身后经过，于是卡斯特掐了他一把，并让他告诉守夜人们自己有多喜欢这个地方。吉利唯唯诺诺地转过身，脸上出现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神色，说道：这里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丈夫保护我们的安全，自由自在的生活好过受人奴役。但如果我们稍稍地思考一下他说的这句话，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吉利自出生起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里，从来都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那他嘴里所说的受人奴役的人指的到底是谁呢？有人受到奴役这件事，他是从哪里得知的呢？而既然他从来都没有与其他人的生活有过对比，
又为何说自己的生活是自由自在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相当明了，这一切都是卡斯特单方面告诉他们的。说到这里，聪明的你一定意识到了，其实吉利和其他姑娘们才是受到卡斯特奴役的人，他们的生活根本就没有自由。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概念，叫做创伤性依附。创伤性的依附是一种完全无法逃脱，但又无法承受的带有威胁性质的经验。它通常会比较容易发生在一个人的生命早期的阶段里，也就是童年时期。这个时期，一个人完全依附着其他人，也就是照顾者，才能生存下去。而当这个照顾者本身就是一个威胁的时候，无论是主动虐待，还是令人恐惧和窒息的不稳定的情感，甚至只是表现得极其深刻的忽视，这些都会让儿童陷入一种无穷无尽的无力感当中。换句话说，在创伤性依附当中，你所依附的那个人，同时也是伤害你最深的人。在这种结构中，一个人会逐渐把爱与恐惧混淆在一起，并且会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这一份来自施虐者的控制，并且在亲密关系中持续性地受到不断的伤害。你看，是不是与吉利所生长的环境十分吻合？所以吉利的问题从来不是他为什么不反抗，也不是他敢不敢反抗，能不能反抗，而是他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其他类型的关系。换句话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安全的亲密关系。近些年来，有一个心理学上的术语，慢慢的正在被国内的网友们所接受，并反复提起，叫做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是说，当一个人反复的遭遇到不可避免或是不受自己控制的坏的结果时，他会慢慢开始表现出一种消极的认知态度。他会认为自己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状，进而慢慢的丧失信心和热情，并且会从那个最初让他遭遇到坏结果的单一的事件中，逐渐开始弥漫到他周围所有的事件中。简单来说，就是你不再尝试改变，因为你相信一切都改变不了。于是我们会看到，住在卡斯特的家里的吉利就出现了非常典型的行为。她与其他姑娘们一样，十分沉默，表现得非常顺从，事事都小心翼翼。她不是不知道痛苦，而是她早就学会了一件事，这一切不会有改变，反抗是没有结果的。其实不仅是女性，包括男性在内的许多人都会在父权或某种强权结构的影响下发展出类似的心理模式。家庭中强势的父母，族群中说一不二的长辈，还有工作中强势的上司，官场上大半级就能压死人的领导等等。不是因为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不想反抗，而是因为反抗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电视剧中对吉利改变人生的契机的描写十分的直白。他遇到了山姆，山姆的原名是山姆威尔·塔利。我们先前曾经也讨论过，山姆并不是一个强者，尤其是在维斯特洛大陆那样的社会环境之下，甚至在许多人眼里，他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弱者。山姆第一次与吉利搭上话是在卡斯特的木屋之外，当时他正在和其他伙伴们一起干活。山姆看到吉利被琼恩的冰原狼白灵死死地盯着，并且已经被逼退到了角落里，而山姆及时出手，命令白灵离开那儿。白灵听话地离开了，但是吉利却对山姆留下了最初的印象。他对山姆说：“你很勇敢。”山姆傻傻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但其实隐藏在吉利的这一句你很勇敢之下的，其实是他所感受到的山姆能够给他带来的安全感。而从这里开始，这种安全感贯穿了整部故事，一直深刻影响着吉利。在心理学中，这一点至关重要。一个人只有在安全的关系中，才可能发展出真正的自我。于是我们开始看到变化，他开始表达，他开始选择。吉利当下就向山姆提出了求救，希望山姆能够带自己离开这里。虽然他没有告诉山姆具体的理由，但是开了上帝视角的观众都知道，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让我们停在这里，仔细地想一下，一个长期身处创伤性依附环境下的女子，怎么会就突然信任一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男人，愿意把自己和孩子的生死交付到他的手上？仅仅只是因为想要保护孩子的强烈意愿吗？那为何在一众守夜人坏小子当中，他偏偏就觉得山姆是可以依靠的呢？或许在当下那一刻，吉利自己都不知道，第一次被人温柔以待的他，从眼前这个胖小子的身上感受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我更倾向于认为，吉利的成长并不是某种突如其来的变强、变独立，而是他在潜意识里抓住了一个机会，一个能够让自己感受到安全，并且能够安全地表达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的机会。我们刚才提到，吉利想要离开卡斯特的最为原初的核心动力是他的孩子。在卡斯特强迫吉利向守夜人表示自己有多喜欢这里的时候，我们从吉利嘴里听到的是，这儿很安全，我们的丈夫会保护我们。也就是说，吉利在过去的时间里一直和其他女孩一样，是一个被保护的对象。卡斯特与夜王达成了奇怪的协定，将出生的男婴交给夜王，以换取所谓的自由和安全。这件事情在吉利之前一定发生过了许多次，并且除了吉利之外，卡斯特的堡垒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女孩。对于牺牲男婴这件事情，按理说所有人都应该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并且吉利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他甚至都不确定自己到底会生下一个男孩还是女孩。但就是这样，吉利仍然想要逃跑，想要保护自己的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最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吉利如此强烈的保护孩子的意愿，其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但是突然间，我就不再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因为那就是深深地刻在人类基因里的本能，因为就连动物都知道要保护自己的后代。也由此，吉利在悄然之间把自己从一个被保护的对象主动转变成了一个对他人的保护者。而从山姆再次返回卡斯特的堡垒之后，这里发生了暴乱。吉利此时已经生下了孩子，而暴乱的发生让他再也没有理由迟疑，他几乎是完全没有考虑的就跟着山姆一起跑出了卡斯特的堡垒。我们能够看到，从这里开始，两人南下逃跑的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里，吉利都是自己抱着自己的孩子，很少交给山姆抱着。这一路的逃生，除了他对山姆不得不采取的信任之外，他的孩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离开了自己熟悉的那个狭小的环境，吉利再也没有了可以依靠的人，他甚至连去哪里都不知道。他甚至也并没有完全确信眼前的这个山姆是可以100%相信的，但是他别无选择。如果我们能够站在吉利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就能够体会到，比起他在卡斯特身边的时候，从逃跑开始，
在一直到达黑城堡见到伊蒙学士之前，这段时间的吉利其实承担的风险要远远比在卡斯特那里大许多。毕竟跟着卡斯特的时候，几乎不需要考虑要去哪里，能不能活下去等这样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但在逃跑的途中就截然不同了。在极端创伤环境中，一个人常常需要一个意义锚点，也就是说，需要一个能够让他活下去的理由。对吉利来说，这个理由就是他的孩子。我们可以这么说，从他跟随山姆逃跑开始，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从仅仅只是想成为一个保护者，变成了一个真正已经在实施保护行为的保护者。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转变，从被动承受到主动想要承担，再到切实的承担起那份保护他人的责任。对曾经深陷习得性无助的吉利来说，这不仅仅是母性，更是一种开始不得不相信自己可以的自我重建。并且从这里开始，吉利与山姆之间也开始了沟通。吉利帮助山姆点火，山姆告诉吉利一些有关于给孩子起名字要注意的事项。要知道，在这之前，吉利根本就没有和其他男人说过这么多话。就在吉利和山姆遇到异鬼将军，并且大难不死逃出升天之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镜头，他们两人走到了绝境之墙的下面，抬头就能望见那道划分生死的高墙。这个时候，吉利说了一句：卡斯特说从来都没有人能够从北方走到绝境之墙这里。吉利在这里展现出了一丝高兴和期待，在他看来，或许他终于熬出了头，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新世界正在前面不远处等着他。但其实他没有想到，他即将前去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与卡斯特的堡垒截然不同的地方，一个完全无法接纳他的地方。但是在开始讨论黑城堡之前，我想先谈一谈他们两个遇到布兰的这件事。山姆带着吉利来到了长夜堡，在这里，山姆本来想带着布兰一同回到黑城堡，回到他的哥哥琼恩身边，但是布兰一行人表达了他们不得不去长城之外的理由。在这里，山姆和吉利两个人与布兰做了分别。在我看来，这段经历对于吉利来说是意象非常深刻，但同时对他来说也是很难自我觉察的一种心理象征，与过去的世界和身份彻底割离。这场戏的最后，山姆和吉利站在通向北方长城之外的通道里，他们站在门的这一侧，目送着布兰一行人的背影走向了门外，他们两个人留在了门里。门里对吉利来说是一个完全都没有接触过的新世界。随着他站在这里目送布兰的离开，同时也送走了过去的那个自己。这更像是一种告别仪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学生们离开校园踏入社会，会经历一个毕业典礼，会有过来人告诉他们即将面对什么。单身的人步入婚姻，也会经历婚礼这样的仪式，甚至还有单身派对这样的仪式，来告别过去的自己，进入一个需要承担更多责任的生命阶段。又或者哪怕是在职场上的上班族，当自己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岗位，甚至是离开一个熟悉的行业，许多人也会选择与那些熟悉的老同事们吃一顿饭，喝一顿酒，叙一叙旧，互相之间给予对方对未来新事业的祝福。这些都是一种带有极强心理暗示的告别仪式。这些告别仪式都能够让人们无论从现实世界的角度，还是从心理的角度，与过去的自我和旧世界完成更好的脱离。
长夜堡的吉利也经历了这样的心理过程。但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离开创伤并不等于摆脱创伤。当吉利进入新的文明世界的时候，由于过去的经历，他依然会遭遇到不自信、不确定、容易不安，甚至是恐惧等不同的状况，因为他的大脑是在另一个世界里长大的。从吉利来到黑城堡的那一刻起，这些问题就全部涌现了出来。如果说卡斯特的堡垒不欢迎任何男性，除了卡斯特之外，其他都是女孩子，那黑城堡就刚好完全相反，这里不允许有女性出现。可以说，吉利从一个极端来到了另一个极端。吉利勉强留在黑城堡的厨房里帮工，但是城堡里的男性大部分都是有前科的坏小子，其中许多甚至这辈子都没有接触过女人，这对吉利来说无疑是羊入虎口。出于安全考虑，山姆将吉利送到了附近的鼹鼠村。吉利在村子里只能在肮脏的妓院后面勉强住下。这个时候的吉利重新感受到了不安和无助，因为山姆离开了他，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不在身边了。再往后，鼹鼠村遭到了血洗，无助的吉利只能抱着自己的孩子躲藏在黑洞洞的角落里。若不是耶格蕊特心慈手软，吉利可能就要交代在这里。耶格蕊特为什么会放过吉利呢？因为他也看出眼前这个女孩是一个善良的人了吗？还是他看出了吉利也曾经是一个野人？还是说他已经深受了琼恩·雪诺的影响？让我来试着提供一个不同的解读角度。耶格蕊特这个角色代表的是无拘无束的自由，以及敢爱敢恨，敢于打破常规，更敢于自己做出自己的选择。可以说，这个角色身上充满了吉利的人格阴影。我们不止一次谈到过，荣格所说的人格阴影并不完全都是不好的东西，而是一个人内心深处被长期压抑着又不愿意承认的那一部分自己。吉利过去长期处于创伤性的依附关系里，唯唯诺诺，无法反抗，离开了那段关系就意味着自己的全面崩溃，也因此自己的自由意志和自我选择的权利完全被压抑在内心的深处，这些都是他的阴影面。荣格说，一个人要走向心理上的完全成熟，必须经过个体化的过程，而这个个体化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要能够完成自我整合。所谓的自我整合，就是要看到并接纳那些潜藏在自己阴影面中的部分，将它们重新接回来。救了吉利一命的耶格蕊特在象征意义上更像是一种暗示，吉利如果想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也学着变得更加独立和自由。遭此一难而幸存下来的吉利做出了勇敢的选择，他孤身一人抱着自己的孩子跑回了黑城堡。要知道，在他这么做之前，他甚至从来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独自生存过，哪怕跟着山姆一起逃出来，也是2个人在一起。并且尽管他明确地知道黑城堡不允许女人进去，黑城堡里的男人们大多也都是罪犯，但他仍然毅然决然地去了那里，因为那里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一个安全的地方，那里有他唯一可以选择再相信一次的山姆。再往后，观众们才看到吉利的处境真正意义上变得好了起来。守夜人迎战来犯的野人军团，吉利开始主动担心起山姆的安全。他也知道山姆不是那种灵活又勇猛的战士，但当山姆表达出了自己的战斗意愿之后，吉利也表示理解，并没有强求他。战斗胜利之后，吉利在黑城堡安稳地住了一阵子。
他和山姆积极地沟通自己是不是能够被允许长期留在这里的问题。他也看到了琼恩·雪诺烧死曼斯雷德的场景，他也在黑城堡的图书室里陪着山姆一起看书，甚至还跟着斯坦尼斯的女儿学习识字。可以说，吉利开始全方面地融入这个之前他想都未曾想过的新世界了，并且在这段时间里，他也看到了那个受气包一样的山姆为了保护自己，竟然拿起长剑与那些守夜人坏小子们对峙。所有这一切都在不断强化吉利心中的那份安全感，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更多的与山姆和其他善良的人展开了主动交流。再往后，他来到了山姆的家，位于南方河湾地的角岭城堡。在这里，他再一次的遭受到了来自山姆父亲的不待见。但此时的吉利虽然仍然感到惊讶，但早已不像那个身处绝境之墙外的自己那样不知所措，只因为他在到达角岭城堡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儿也有安全感。山姆的母亲、山姆的妹妹都非常欢迎吉利，甚至就连山姆的弟弟看上去也并没有对吉利有什么敌意。当他们坐船前往旧镇的时候，在船上，山姆因为晕船吐了一地，精神萎靡，但吉利却睁大了兴奋的双眼，看着船外无边的大海。在这儿，吉利的身上出现了另一处非常荣格的心理学象征。当他看到大海的时候，他向山姆提起了英语中大海这个单词 sea， 并且对山姆说，他过去一直以为这个单词与看见 sea 是同一个单词。大海意味着广阔和自由，同时在心理学意义上也包含有深不见底的危险的象征。吉利从几间长城之外的破旧木屋一路走来，来到了大海 sea 之上，同时也看到了 sea 了这个对自己来说既充满希望，也同时充满了未知的全新的世界。至此，故事中的吉利已经在现实意义上成为了自长城外侧以北的荒蛮绝境到达大陆最南端的旧镇，从北向南纵贯维斯特洛大陆的第一个女野人。现在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一集最重要的主题，一个女性在传统的父权或是强权结构的环境中，究竟要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成长？吉利给出的答案既不是宏大的，也不是激烈的。他没有推翻那个强权体系，也没有去试图变成那个掌控权力的人，甚至他都没有成为强者。他所做的是一些更微小、更不起眼，但是却更真实的事情。他鼓起勇气提出自己的要求，他学会与他人展开交流，他学会做出自己的选择，他学会从一个被保护的人变成能够保护他人的人，他学会辨认并相信那些值得相信的人。如果你问我，吉利最后到底有没有从一个被保护的对象成长成一个能够真正保护他人的人，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在故事的最后，与夜王大战之前，林东城里挤满了难民，领取食物的队伍排得看不到头。就在这条队伍里，一个小女孩天真地告诉分发食物的戴福斯，自己也想做一个战士。戴福斯是何许人也？凭他那张铁嘴，上能说动铁金库，下能说动1分钟前刚刚领过救济的难民，此刻却眼看着要栽倒在这个小女孩这里。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旁的吉利主动站出来解了围。他告诉小女孩，地堡里现在正缺一名勇敢的战士。这句话既保护了小女孩的尊严，也保护了她的生命安全。能说出这样一句话的人，
你觉得是那个连字都不认识的女野人，还是那个能配得上角岭城堡的塔利夫人？吉利的故事从来都不够壮烈，不够耀眼，甚至不够精彩。在《权力的游戏》的故事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活到最后的女性角色里，她既不像珊莎那样成为了统领一方的女王，也不像艾丽亚那样自由和洒脱，更不像布雷尼那样从一开始就有着强大的硬实力。但她可能是这部剧里最接近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的一个存在。她成为了一个母亲，她为自己找到了稳定并且愿意接纳自己的家庭，她勇敢地走出了那个束缚了自己整个童年和少女时期的狭小的世界。她没有改变世界，但她改变了自己。在一个围绕着权力展开的故事里，她没有为自己赢得一丁点儿的权利，但她却真真实实地赢回了一点点属于自己的东西。感谢收看今天的心理镜头。如果吉利的故事也触动到了你，请为我点个赞，并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们，让更多人能够看到这集内容。如果你也是在 B 站上看到这集内容，请为我一键3连，你的支持是我能够继续下去最大的动力。如果你也有喜欢的人物，或是其他任何想要听到的内容，欢迎你随时给我发送消息。你也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或是加入我们新建立的群组。如果你愿意，下一次让我们继续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见剧中的角色，也看见现实中的我们自己。The next time you see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leave it alone. I will not. They would have... I don't know what they would have done. I know they would have killed you if ghosts hadn't come. No. No. They were tiring out. I had them in the palm of my hand. Don't be stupid, Sam. You're not a fighter. What kind of man would I be if I ran away when I saw someone hurting you? Just promise me, whatever happens, you'll take care of little Sam. Well, of course I will. And I'll take care of you too. I need more water. Stay. Please.